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一名给你10万你都不会去做，你是否因为收入不够而烦恼呢？你是否还在为房贷和彩礼钱奋斗呢？是不是很羡慕有些人拥有很高的工资？然而，在你观看本期视频后，我敢大赌你可能会由衷的庆幸自己的工作，甚至开始珍惜当下的生活。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那些令人胆战心惊的职业。在我们深入探索之前，我要提醒各位观众，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关注，这样你就可以及时收到最新的视频推送。废话不多说，影片开始。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25，印度下水道工人。你是否有过上完大号后擦屁屁弄脏手的经历，或者是否有过拉肚子拉到内裤上的尴尬情况？幸好只需洗一下，一切糟糕的记忆就能随泡沫消失。但如果你是印度的下水道工人，那么估计你真的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在印度，下水道清污工人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清污工在充满各式各样黄色混合物里做着游泳才该做的动作，难以想象他们奋发图强的工作，只为获得约7500到1万卢比，约合人民币706元到941元微薄的月工资。工人们没有得到任何足够的设备来保护他们免受恶劣环境的伤害。他们进入下水道时，身上除了一条安全绳什么都没有。如果他们因吸入有毒气体而窒息，唯一能做的就是可以用安全绳把他们拉出来。近10年共有近600名工人在工作期间时死亡，多数下水道工人都患有眼部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皮肤病，因此该工作被称为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所以说，如果你身边有人老是放屁，就告诉他这个闻多了也是会狗带的。尽管印度在1993年就立法禁止了这种做法，但仍然能见到少数这样的工作者。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24，打松塔人。我们都知道松子好吃，可它的价格基本上1斤的接近100，这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反正阿居是吃不起，哈哈。当然屏幕前的你肯定不是，不过当我知道它的采摘过程后，也就释然了。其实松子就是长在松塔内的，而松塔就是在几十米高的红松上，而要摘得到松塔，就必须得靠着绑在腿上的脚渣子，一步一扎的爬上打下来。这些爬树人在当地被称为打塔人，这份职业非常危险，被称为拿命赚钱，每天最多也就只能爬30棵树左右。正常来说每天有500元，多的时候能有1500元，可一年只能工作25天左右，所以当地人也把它当作赚快钱的一种方式。不过想想，如果真的从几十米高的树上摔下来，想赚这个钱的时候也得3思一下了。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23位，桥梁工人。你有恐高症吗？如果是的话，我敢打赌你绝对不会选择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份工作。桥梁这种行驶在云端的赛道，可是交通运输中重要一环，往往一座桥的出现就可以大大缩短旅程，而这样的大工程也是需要咱们勇敢的桥梁工人去铸造的。现代社会的桥高度往往都是100米起步，比如我国的世界上最高的大桥北盘江大桥，海拔达到了恐怖的570米高，其长度也是足有1350米的跨度，差不多接近2个埃菲尔铁塔的高度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小心从上面掉下来了，那你还欠一条埃菲尔铁塔的命。所以说，在上面的桥梁工人在施工工程中对流程的规章是非常严格的，他们对于一些安全隐患都必须排查，比如固定的机械设备的维修周期、老旧桥梁的环境腐蚀、一些未知的设计安全隐患、风力或者温度的环境都会对施工人员的安全造成影响。而如此危险的工作环境换来的工资也就是每月8000元左右。这项工作现实中的死亡案例也不少，如1883年竣工的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从动工到竣工之间一共死亡了27人。反正这份工作我是不想去做的，不知道你愿意吗？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22，直升机线路员。想不想每次工作都可以直升机接送，还有高昂的工资？如果你不怕电也不恐高，可以试试这个。直升机线路员是从事电力线路工作的专业人员，该职业主要是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居多。他们在高耸的电力分配系统上工作，更换变电站之间的导线和线路以及其他部件，这是一个高度专业化领域。这项工作被认为非常危险，因为线路员需要徒手操作带电高压输电线路，一不留神可能就可以直接开熄，而且由于又是挂在空中，又成倍的增加了死亡风险。那么这样的高风险工作给予你的回报是什么呢？
有经验的航空电线工人年收入轻松突破10万美元大关。这份工作无疑有巨大的风险，但如果你有足够的决心和技能，收获的报酬也可能使你喜笑颜开。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21，鳄鱼特技师。在泰国的动物园有一种和鳄鱼亲吻的表演，而视频中把手伸进鳄鱼嘴里的就是鳄鱼特技师。只能说真的是在厕所里打灯笼。然后这种跟死神蹦迪的工作却有着不菲的收入，他们平均年薪能有6万到8万美元。从事这一项工作通常需要3个月左右的培训，当然据说有的快的3周就够了。总之没缺胳膊少腿的，说明还是新手。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20，航母工作人员。它被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场所。这份工作的危险性不仅存在于战争中，飞行甲板的操作无论何时都满载风险，这包括飞机的起落、燃料和武器的装载，以及应对各种紧急情况。即使在飞行甲板上进行正常操作，风险依旧无处不在。你需要面对正在旋转的螺旋桨，喷射式发动机可能将你吸入或从飞行甲板上吹跑。飞机通常由推车或动力移动，所有的人们都在使用推车在飞行甲板上移动。您的眼观六路，当然没办法耳听八方，因为那里剧烈的引擎声让你所有的操作都通过手势来完成，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受伤甚至丧命。实际上，除非你在飞行甲板上有特定的工作，否则你根本不被允许在那里。没有人被允许在那里闲逛。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19，摩天楼窗户清洁工。高层窗户清洁工的岗位绝对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因为这需要专业的行业培训和绝对的无畏高度的勇气。这个工作自然是充满挑战的，除了需要工人体力上的支撑外，还需要做好充分的预先准备。不确定的天气条件是这个工作中的无法预料的敌人。我们无法控制天气，而天气会直接影响窗户清洁项目的执行时间和完成情况。窗户清洁看似容易，但实际上需要保持极高的注意力集中。出于安全考虑，清洁窗户时不能进行与工作无关的活动，这也是为什么在工作时不允许清洁工人使用手机或者听音乐。根据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4年间，每年平均有1名高层窗户清洁工因工作事故而丧生。虽说这个职业的死亡率并不算高，而就工资来说，高层窗户清洁工的收入各不相同，一般估计在每小时15美元到25美元之间。综上，这是一个需要技能、勇气以及良好身心素质的职业。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18，狮子训导师。尽管狮子可能从小就开始接受训练，由于狮子行为的不可预测性，本质上是充满危险的。它的攻击性行为仍然可能对训练者造成潜在伤害。在实际情况中，狮子攻击训练者的事件并不少见，这凸显出这个职业的高风险性。就因此，驯狮师的工作被列为全球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动物们平时接受的都是负面训练，充满了恐惧或者惩罚，这样的环境容易让动物产生心理问题。驯养员手中有棒子和电棍，动物们会因为害怕而听话，但一旦没有这些恐吓工具，攻击训练者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驯狮这个职业的危险性不容忽视。美国驯狮员的平均工资为每年38163美元。成为一名驯狮师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拥有专业的动物行为学的大学或研究生学历，至少有3年以上的大型食肉猫科动物的经验。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17，喀麦隆的淘沙工人。在喀麦隆的马登肯村，居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便是小规模的沙子开采和销售，这是快速城市化推动的建筑行业的一部分。这项艰苦的工作吸纳了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内的所有村民，他们视这项工作为对社区发展的重要支持。此处的工人并不受雇于任何企业，他们以自雇方式，毫无防护措施地潜入水流湍急约6米深的河床，挖取沙子。他们会利用长木杆将约15公斤的泥沙背上水面，每天如此反复至少100次。然后，他们会用独木舟把河沙运到上游地区出售，供建筑业使用。然而，这份工作面临的健康风险极大，无论何种天气，采沙工人都会坚持工作，有些人甚至不会游泳，这使他们在恶劣天气中面临溺水的风险。此外，由于长期在水底工作，有些工人会出现耳部和眼部出血等健康问题。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16，灯塔守护者。灯塔看守人的工作是与海洋相关的危险职业，
在灯泡发明之前，灯塔的光源来自火焰，在密闭环境中可能引发火灾。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在1755年的英格兰爱迪斯通灯塔，火焰引燃了塔顶，导致看守人亨利·霍尔面部和喉咙被熔铅烧伤，虽活着离开灯塔，但12天后由于体内铅中毒去世。灯塔通常位于易受猛烈海浪冲击的地方，其结构会随时间磨损。例如1938年新英格兰飓风造成鲸鱼岩灯塔被撕裂，看守者幸免却失去了工作场所。尽管工作危险，灯塔看守人的年收入约仅为45000美元。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15，特技替身。每个动作片英雄的后面都少不了特技演员的身影，他们为了工作付出了太多，却最终只能隐藏在明星的光环之下，独自品尝戏里戏外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每天的收入只有微薄的200元。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受伤，他们会借助一些保护工具来保证安全，比如气袋、防火衣和抗击打衬垫。护具中还有一种防火胶。尽管如此，仅20世纪90年代就有8518名特技演员因公受伤。在2011年，李连杰在保加利亚拍摄《敢死队2》，剧中一段危险的爆炸镜头需要用替身去完成，结果出了意外，年轻的替身演员刘坤被活活炸死。随后，刘坤的家人将剧组告上法庭，最终获得仅赔偿15万。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14，水下焊工。你能想象在水里焊接的场景吗？一般深海修理与建设项目都需要他们出场，如石油钻井平台建设、桥梁建设等。这些水下焊工们需要忍受冰冷的海水和暗无天日的环境，他们要深入到400米深的海域中，在那里连接或修理水下设备、管道和基础设施等。除了艰苦的工作环境外，还有如下风险： 1. 气体爆炸。氧气和氢气形成的气体囊口会形成爆炸，对水下焊接工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这些爆炸可能会致命。2. 电击。水下焊接工作对电击的危险极高，因为采用的焊接材料与水接触时可能会产生电流。3. 淹溺。由于过度劳累、分心、定向感失常和设备失败等因素，水下焊接工人可能会淹溺。4. 减压病。这是一种由于潜水员过快上升，身体内溶解的气体在血管中形成气泡而引发的病症，而且这种情况是慢性的，会影响工人的寿命。以往的研究发现，水下焊接工人的平均年龄只有35至40岁。5. 原生居民。那些攻击性极强的鲨鱼，这些速度极快并且拥有锋利尖牙的家伙，是不折不扣的海中杀手。水下焊接工人的死亡率是所有职业中最高的，达到了惊人的15%。相比之下，其他极度风险的职业，如伐木工和渔民的死亡率都不到0.2%。由于这种工作类型具有高风险，虽然水下焊工每年的工资在10万到20万美元之间，但是这个可怕的环境仍然让许多人望而却步。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13，试飞员。所有飞机在正式出征之前都需要试飞，而这其中就有了试飞员这个职业。他们负责飞行和测试新的和实验性质的飞机，以评价其性能和安全性。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执行特定的操作，以评估飞机的性能和安全性。此类工作带有明显的风险。通常来说，试飞员会将飞机的性能推向极限，进行的测试操作和能力本质上就存在风险。试想一下，一款没有升空过的飞机，一上来就玩极限，那时顾虑自然也就高了。据显示，这项工作的死亡率为2.9%。美国试飞员的平均工资为每年92570美元，是高风险高回报的典型职业。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12，战地记者。战地记者同样也包括文字记者、摄影记者、摄像记者，他们根据亲身经历和见闻所采写的战地现场新闻。战地记者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19世纪初就在欧洲诞生了，是随着近代报业与军事的发展而出现的。迄今已经有200年的历史，战地记者贯穿了整个近现代新闻史，也贯穿了200年来的战争史。他们需要跟战士一样面对枪林弹雨，但却没有战士的武器。他们时刻有炸弹、地雷、子弹，甚至绑架的风险。在苏德战争，消息报有44名记者牺牲；越南战争中有63名记者殉职；波黑内战前2年，死于巴尔干半岛的各国记者就已达到68人。而如此危险的工作，月收入也仅为15000元左右。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
第11排雷工兵一般很多情况下都需要排雷，如冲突后地区，在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地区，排雷至关重要，以确保土地安全，适合居住和重建，确保清除地雷和未爆弹药。人道主义排雷计划，这些举措的重点是清除地雷，以保护平民并促进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同时，一些采掘行业在开采之前也是需要排雷检测的，他们需要面对各种复杂的雷种，不同的雷排出方式都不相同。然而，如此危险的工作收入也仅为每月5000左右。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一是标靶女郎。马戏团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通常会表演很多危险的项目，而火人飞镖就是其中之一。该项目要求表演者站在一定的距离，投射飞刀在圆盘上，而不能射中女郎。有的圆盘甚至是旋转的，更有甚至会蒙上眼睛。你能想象你如果是这位女士，你当下的心理反应是什么？反正我的第一反应是，求你别射中脸，阿菊我靠脸吃饭，哈哈。当然，这项工作的收入也是随马戏团的收入浮动的，通常会在1万赴5万美月元之间。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9硫磺矿工人。硫磺产业在全球的市场份额高达130亿美元。然而，在这个盛大的数字背后，硫磺工人们的日常工作却充满了极端的困难和危险。在印尼卡瓦伊真火火山，这些工人在生命威胁下，每天迎着烟雾提取魔鬼的黄金及硫磺，每日收入仅有17美元。为什么需要硫磺工人？简单的原因是，硫磺是许多工业产品的关键成分，世界对它的需求广泛。工人们必须步行登上火山，带着篮子和撬棍前往带有高温、酸性极强湖水旁的火山口采矿。湖水的酸性极强，一旦脸部或牙齿接触，牙齿将会脱落，若不慎引入，将毫无生存可能。其次，这里的烟雾刺激强烈，造成内脏疼痛和窒息反应。最后，他们需要背负重达90公斤的硫磺石，人力搬运过程中可能从几百米高的悬崖跌落。这些工人每日收入仅17美元，远远低于其付出的辛勤劳动和生命风险。他们的篮子不仅装满了硫磺，更装满了他们对生活的沉重负担。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8高塔幻灯人。这是一项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只靠一条安全绳索爬上高达460米的信号塔，进行高空作业、换灯泡、检查电气组件等，需要员工具有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职业呢？这是因为很多信号塔、广播塔、电视塔等高空设备上的灯泡需要定期更换，而偏偏这些设备的高度足以让普通人望而却步，这就需要专业的塔灯泡更换工出马了。这项工作需要在风速接近每小时100公里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人员待在上面会有一种摇动的感觉，可以说是毫无安全感。而且每次上去更换灯泡至少需要耗费2个小时，对体力也是极大的考验。所以基本这行里没有一个胖子，不仅能减肥，收费还不菲。每次更换灯泡可以赚取2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14万元。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7尼泊尔悬崖采蜜人。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脉，一项极其危险却又价值不菲的工作正在进行。这是一项收集稀有蜂蜜的工作，然而这背后的过程充满了挑战。这项工作的主角是杜鹃花蜜，这种蜜源来自于生长在近100米高的悬崖边缘的稀有杜鹃花蜜蜂，会采集这些花的花蜜，经过稀释和酿制后，产生出一种独一无二的砖红色蜂蜜。这种蜂蜜在市场上的价格昂贵，每公斤高达75美元。采集这种珍贵蜂蜜的工人大多来自尼泊尔的乡村，他们没有专业的采蜜工具，也没有安全带，他们只能借助由竹子制成的绳梯来攀爬陡峭的悬崖，直接面对蜂巢，并从中收集蜂蜜。除了凶险的地形，蜜蜂和其他野生动物也是他们面临的挑战。无论是体长3厘米的蜜蜂，还是经常在附近出没的黑熊，都会为他们带来生命危险。可以说，这项工作的风险极高，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然而，喜马拉雅山脉的壮丽风景与珍稀蜂蜜的高价值，却使这份工作变得无比的吸引人。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6空降森林消防员。是指跳伞进入偏僻地区扑灭山火的森林消防员，一般会部署在极为遥远的地区去进行灭火作业。空降消防员可以在发现火情后短时间迅速到达，并在火势变大前将野火扼杀于摇篮之中。当没有火情时，空降消防员会从事些其他职业，比如林业、救灾、
灾害管理等。这是一件高危的工种，需要面对复杂的森林火险。复杂的风向情况对灭火产生了多变性，有不少消防员因此丧生。这项工作的死亡率为800:1，不同于别的死亡那么直接，被大火活活烧死是极其痛苦的过程。在我国2019年3月14日山西森林火灾中，就有6名消防员殉职。2020年3月30日，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境内发生森林火灾，在扑火行动中，受风力风向突变影响，突发林火爆燃，30名扑火人员牺牲，其中包括27名森林消防队员。在2005到2013的8年间，共发生70起消防员伤亡的事故，共计85人死亡，163人受伤。然后这些拿命守护我们的人，平均每月工资也仅为5000左右。向这些最可爱的人表以最诚挚的敬意吧，是他们负重向前，才有了我们安稳的生活。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5，蛇毒采集师。蛇毒采集师也被称为 snake milker， 这是一项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从蛇身上提取毒液。毒蛇的毒液在医药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用于制作抗蛇毒血清，用于治疗蛇咬伤，它一些特殊的化学成分也在新型药物的研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抗癌、抗衰老以及神经科学研究等领域。此外，蛇毒在化妆品和调香行业也有一席之地，他们必须让蛇咬入杯状物，此时蛇把毒液注入杯内，工作人员便完成了这次挤奶过程。每次挤奶大约能够采集到2到3滴毒液，然后这些毒液会进行冷冻处理，并被分装成品以供研究或者用作医疗用途。然而，蛇毒采集师这份工作并不是那么好干的。首先，他们需要进行长期且极度危险的接触毒蛇，毒蛇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工作的工具，更是可能时刻威胁到他们生命的存在。蛇毒采集师的收入主要在于他们采集的毒液量以及质量和毒液用途之间的关系。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他们的收入可以非常可观。这些专业人士每个月最高可挣6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0多万。不过死亡率也不低，有足足的6%。那么你敢从事这项工作吗？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4，暴风猎人，又被称为 storm photographer。正常人看见暴风都会赶紧逃命，而他们却是暴风的追逐者，如同一群每天喝了2升肾上腺素的人。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职业？然而，当我们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在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风暴摄影师的主要任务是在风暴发生时进行拍摄，他们需要追踪和记录各种自然灾害，如台风、飓风、雷暴、洪水等。从所拍摄的影像和相片中，科学家们可以对风暴的形成、演变过程以及其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的影响有更深入的理解，继而可以向公众传递更准确的预警信息，减轻自然灾害对人类造成的损害。此外，风暴摄影中一些震撼的画面也可以出售给视频和图片素材网站，或者以此为收入上传到他们的博客里获取流量。然而，风暴摄影师的工作并不易做，他们的工作环境多变且危险，必须面对各种极端气候条件，包括大风、暴雨、闪电等。在追踪风暴的过程中，他们往往需要驱车长途跋涉，甚至飞越国界。此外，他们需要最先赶到灾害现场，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有快速反应的能力，并具备在危机情况下保护自身安全的技能。虽然风暴摄影师的工作充满了危险，但他们的收入却相当可观，这主要取决于他们影像的质量以及知名度。一些知名的风暴摄影师的年收入可能超过10万美元。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3，跳伞教练。如果你有过在梦中从空中坠落的经历，那么这份工作可以让你每天都经历一遍。作为跳伞教练，他们主要的工作包括指导新手跳伞者学习跳伞的安全流程，并帮助他们完成第一次跳伞。他们需要监督学员的整个跳伞流程，包括在飞机上、空中自由落体以及着陆。此外，他们还会协助学员正确装备跳伞设备，以保证每一位跳伞者的安全。这是一项刺激与危险并存的工作，他们需要应对高空中空气流动和温度等多种因素的挑战。一旦发生失误或者设备故障，可能会导致严重甚至是致命的后果。美国降落伞协会 USPA 的数据显示，每10万次跳伞中仅有 0.28 起死亡事故。这个数据证明了跳伞相对稳定的安全性。然而，风险永远存在，比如有报道提到，
一名乔治亚州26岁的女性在从1万英尺的高空跳伞时，因为降落伞故障导致坠地，不幸丧生。跳伞教练年平均薪资约在49482美元左右。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二，珠峰领路人。在自然景观的魅力以及全球户外运动爱好者追求极限的推动下，攀登珠峰成为一种不可抵挡的诱惑和挑战。在山脉中寻找探险与肾上腺素的人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挑战自己。由于珠峰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以及严酷的物理环境，不经过专业训练和准备的攀登者很可能会面临生命危险，因此需要经验丰富的珠峰导游来提供专业技能，以引导并帮助登山者安全攀登并下山。而生活在喜马拉雅脚下的夏尔巴人就自然成为了其中的佼佼者。其中的卡米丽塔，他已经成功登上珠峰26次，刷新了世界纪录。珠峰导游是一个充满冒险和危险的职业，他们必须面对极端的气候变化、冰川漂移以及可能的雪崩等自然危险，存在着氧气短缺的问题，这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压力，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据统计，在历年的珠峰登山中，大约有322例登山者死亡的案例。最致命的一起事故可能是1996年的珠峰灾难，在这次灾难中，有8名登山者在暴风雪中失踪，最后被确认身亡。尽管如此，由于专业的珠峰导游的存在和不断提高的登山技术，珠峰登山的死亡率正在逐年下降。一位经验丰富的珠峰导游在一个登山季可以赚取5000到1万美元，对于尼泊尔这样年均收入只有540美元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收入。世界上最危险的25个工作，第一，洞穴潜水员是一种特殊和重要的职业，他们的任务是探索和研究水下洞穴系统。通过他们的探索，可以了解更多关于地球历史、地质变化以及地下水系统的知识。此外，洞穴潜水员还经常参与救援任务，如2018年在泰国的倒塌洞穴救援行动。作为洞穴潜水员，他们需要熟练使用各种潜水装备，并能在黑暗险恶的环境中进行导航。然而，在极限水压条件下，定向系统容易失效，加之洞穴内部狭窄且复杂，缺乏光亮和参照物，导致潜水员在水下很难判断方向和位置，稍不注意就可能被吸入更狭小的石缝内，然后困在里面直到氧气耗尽。而且在长期漆黑和狭窄的环境内，还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比如一些依次产生幽闭恐惧症。从1969年到2007年，全球已有368名洞穴潜水员死亡，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包括2020年11月15日在广西的巴丁湖，就有2人丧生。发现的时候，整个身体由于已经完全膨胀，如果直接将它带回水面，由于水面的压强远小于深海，这将会使得体内的气体迅速膨胀，甚至可能达到15倍，引发爆炸。所以打捞之前还必须先穿刺放气。然而，如此高的风险收入并没有十分高，一位专业的洞穴潜水员的年收入在4万到6万美元之间。各种不同的危险职业，从事他们的人们有各自不同的原因和动机，有些人可能是无奈的选择，有些人可能是在追求刺激和冒险，同样也有一些人是出于崇高的理想和热爱。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正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的世界才如此丰富多彩。那么，如果是你，你会选择这25个职业中的哪一个呢？期待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选择。